是小院改造的第1天，30多年没有住过的老房子，像原始森林般。老房子是公公婆婆80年代当地最早建的红砖房，离市区只有20来分钟的车程。从他们89年离开农村，就一直闲置。我们因疫情关闭了所有的门店，经过1年的休整，从家居行业转型到互联网，终于逃离了苦逼的家居行业，让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。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决定回到农村，打造理想的小院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过上田园生活。老公打算亲手打造这个荒废30多年的老房子。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，说实话，想帮忙也帮不上，只能给老公加油打气了。老公从9岁离开农村，也没有干过体力活，柴刀在他手里飞舞1天没停下过。第1天做没有经验，也没做好防护，手上胳膊上被划出好几道口子，也没听他叫苦。劳动1天下来，效果还是出乎意料。门前一大片带刺的藤已经被砍完，露出房子本来的面目了。改造持续进行中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我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2天，经过了昨天的劳动，听取了大家的建议，老公马上网购了1台割草机，可惜要3天才能收到。这几天天气又特别的好，实在忍不住，今天又过来手动割草了。在一边看着的我，也忍不住上前去试了试。没办法，这实在不是我能干的活。期间住在隔壁的婆娘还总是过来，生怕我们没饭吃没水喝，累到了，时刻关心着我们。今天来之前还是去买了几双帆布手套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把手弄破了吧。我还笑话老公说劳动上瘾了。老公说虽然辛苦，晚上回去连拳头都握不了，腰酸背痛的，但是超有成就感。这应该就是痛并快乐着吧。别说把草割完后，这一片地方看起来还是很大的。想象着以后坐在这里，晒着太阳，吹着微风，听着鸟叫，还是很惬意的。我和老公打算先把荒开完，然后再做具体的规划设计。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意见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3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这几天天气特别好，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着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嘈杂喧闹，你可以慢下脚步，去感受乡村宁静慢节奏。小院改造的工作量还是巨大的。我和老公本来都是说干就干的性格，
本来第一天回农村就是想去看看规划一下的，什么工具都没带，但是老公忍不住就动手了，所以连柴刀都是在隔壁借的。我们知道要凭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小院打造好，必须要有决心，有毅力，不管它多累多难，一定坚持做下去。希望大家来监督我们哦。这几天闲下来的时间，老公都在查资料找方案，他一定要亲手打造一个理想的禅意小院。刚开始开荒，觉得这个院子都是很难清理的，没想到难的还在后面。院子后面往山坡上这些带刺的藤越来越粗，越来越密，它们的生命力极其顽固，每一根藤都有手指粗，特别坚韧，它们都往树上生长，密密麻麻把树和小山坡都给爬满了。把这些藤给清理完，后面还有很多竹子要砍。老公真的是不怕苦不怕难，越干越有劲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小院吧。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建议，你们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4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其实在这之前，老公就常常在我耳边碎念，老了以后一定要回农村。我从小就生活在城市，潜意识是非常抵触的，只要他一念，我就会说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想到乡下就是泥巴、虫子、臭臭的味道，还有生活的不方便。但是通过这2年抖音上、小红书上传播的乡村唯美的画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脑海里渐渐也有了想拥有自己的小院的想法。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年龄的增长，思想各方面的改变，让我开始向往这样的田园生活。小院的改造现在还在开荒阶段，需要清理的杂草、藤蔓、毛竹还有很多。今天就是在后面这个小山坡上清理竹子和藤蔓，看到这么多砍下的竹子，实在觉得很可惜。网友们建议我们做成竹篱笆，等过几天把院子清理出来了，就开始着手准备做竹篱笆了。感谢大家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多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5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清理的是房子的北面，因为80年代建的房子，厕所都没有规划在内，所以我和老公商量，打算在北边建一间餐厅、厨房和厕所。清理了这么多天，砍下来的藤蔓堆满了院子。这几天天气很好，晒几天准备全部烧掉。很多网友担心我们会把竹子全部砍掉，在这边回复一下大家，请大家放心，
我们清理的是到处疯长的竹子，这是公公40年前从外地挖了一根竹子发出来的。竹子的生命力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6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带了个小帮手过来，他说自己已经6岁了，可以帮爸爸妈妈做事。盼望了好多天的割草机总算到货，是加汽油的。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组装，爷俩一起组装完成，开干。想象是美好的，实际操作却是比自己手动还累。今天实操宣布失败。这种割草机只适用于草坪的修剪，开荒用不上。院子里割掉了藤蔓，根却还在地下，好难挖出来。30多年的积累，地上密密麻麻的根茎、杂草，看样子这个地要全部翻一遍。今天烧杂草都没有把这个根给烧掉，太尖锐了。看样子得想办法找个挖土机进来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7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早上过来有点冷，老公砍了一点柴，烧一堆火，让我可以暖和一点。老房屋顶是以前的老青瓦，由于太长时间没有维护，日晒雨淋，早已破败不堪了。本来我说请几个工人来维修的，他坚持要自己动手。通往2楼的楼梯早已腐朽，本来说去隔壁邻居借个楼梯，老公坚持要自己做一个，选了2根老竹，大概有4米多长，切了10根短竹来做台阶，又用竹子做了很多小小的竹签来固定台阶。第一次做竹梯，没想到还是挺成功的，虽然没那么精致。其实我一直知道他是属于动手能力很强的人，但是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手艺。竹梯做好，顺利上到房顶。今天1天时间要把房顶全部清理完，接下来1个星期都是晴天，正适合做房顶。明天准备买材料，看着他站在高高的房顶，我的腿都是软的，很是担心。今天顺利完工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8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昨天去采购好材料，今天早上7点多，师傅们就来到了老房子。他们是专业做房顶的，做起事来还是挺麻利的，搬的搬，抬的抬。房顶的颜色我们选了深灰色，这样看起来更接近老青瓦。老公本来是要铺老青瓦的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以后要经常维修房顶。这种瓦起码10年不用管它。老房顶的横梁木料全部都腐朽了，全都换掉。本来破破烂烂的房子，把瓦给盖好后，感觉看上去还是挺好的。高空作业还是很担心安全，总算还好，顺利完工。经过这么多天的工作，还是大变样了。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
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9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家人都从 A4过来看我们，都动手体验了一把劳动。为了中午吃饭的桌子，老公找到一个废弃的门，动手把它改造成一个桌面。今天我们就在老屋，房子没有通路，接下来需要用到的材料都要从路边人工搬运。我们商量了好久，最终还是决定在竹山上挖一条路过来。这段时间一直在商量通路的事情，终于定下来了。今天下午约来了挖掘机老板，看了场地，沟通好挖掘的路径和需要配合的地方，明天就开始动手修路了。希望我们一切顺利吧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0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按照约定时间，挖掘机师傅早早的就到了工地，开始工作。修路过程中碰到一点小小的问题，不过愉快的解决，按照预定的路线一步步推进。昨天又去买了一个电锯，本来准备竹子都自己锯下，方便师傅挖土，不耽误时间。但是竹子实在是太粗太高，又靠近旁边的房子，锯断会砸到旁边的房屋。本来想着要挖掘机的手柄升高挡住竹子，却没想到它的威力那么大，那么粗的竹子被它轻轻松松地推倒，连根拔起。挖土机在紧张的工作中，我们也没闲着，把下面的竹子能够锯断的全部都锯断并拖出去，把路留给挖掘机工作。冬日的阳光还是非常适合户外工作的，感谢家人们的帮忙。一天劳动下来，顺利挖出一条路。由于竹山很高，路是通了，但是坡度还是太大，所以明天还会把路修整得平一点，再弄点沙子石头来填一下路面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注关心，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。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1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老房子墙旁边长了一棵很大的苦栗子树，太靠近墙壁了，所以今天老公动手把它锯掉。第一次锯这么大的树，担心它倒的方向不对，别砸到房子。听了网友的建议，在要锯的这一边切一个缺口，在另外一边锯过去就可以按要求倒了。谢谢我。砍下的树，先把它的树枝裁下来，树干留着。竹林中也有2棵树，应该是被竹子给挤死了，也要把它锯掉，以免以后麻烦。锯下来的树中间都空心了。另外一边挖掘机也在紧张的工作中，竹山中修路的土都把它运下来，堆在旁边的斜坡上，正好也有一条路可以通到我们家门口。我们老房子正门前有一块地是隔壁婆妈家的，也是长满了藤条，今天也顺带帮她把路推平。砍下的2棵树也送到他家门口，方便他烧柴。周末孩子也跟着我们过来了，
他也参加了劳动。挖掘机工作了4天，把这条路修好后，我再拍一个整体的视频给大家看，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2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这几天砍下的一些树，老公把不能够用的一些小树锯成小段，用于以后壁炉取暖用。屋后挖掘机清理后，还是有些地方不方便清理的竹根，还需人工再清理一遍。屋后竹林里面有一棵大树，树枝长在屋顶上，树已经枯死了，幸亏发现，让挖掘机帮忙推倒。太长时间的荒废，竹根都已经长到屋门口了。老公砍得挺费力的，要做的事真是太多，老公都是亲力亲为。这段时间的太阳也太给力了，我们从来没有被晒得这么黑过，已经快被晒成非洲人了。看来就算在冬日也要做好防晒呀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3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难得周末，孩子们没课，今天带着他们一起回了农村。看到这么大的变化，他们都大吃一惊。砍下这么多竹子，我们准备把竹子做成围墙。老公挑选着一些可以用的老竹子，大家都帮忙做着事，搬的搬，抬的抬。围墙大概有40来米，需要的竹子也是挺多的。别说孩子们还是很给力的。本来挖掘机约好今天下午来做收尾工作的，司机临时有事没来成。反正我们回来还是有挺多事要做的。今天下午天气开始转冷，风还是挺大的，要趁天还没那么冷，把围墙做好就好了。搬回了一部分竹子，哥哥就和爸爸一起帮忙，把竹子尺寸量好，锯成需要的长度。竹子还没有锯完，电锯又坏掉了。哥哥在帮爸爸做着事，弟弟们去摘橘子回来了。他们还是挺喜欢来农村的。不能锯竹子了，只好把先锯好的竹子分割成竹片。前几天上网买了一个竹子分片器，别说还蛮好用的。大竹子分起来还是挺费力的，父子俩合作起来还是轻松很多。小竹子爸爸说就像切水果一样，一下就弄开了。先把竹子都分片好，在网上查过资料，做成竹篱笆还需要把竹子煮一次，或者用火烤一下。网友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？锯好的竹子分割完，弟弟们又帮忙搬到房子里，合作还是挺愉快的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4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，我们准备先收拾出一个房间可以烤火，先从这个房间入手吧。房子里有很多碎瓦片，这房间堆了很多石灰，还是20年前叔叔放的，应该都不能用了。一把铲子开干，先把这些碎瓦片、石灰都铲到房子外面，到时候再弄一个小车，
把它运到新修的路面上铺平。早几天村里送来一个生活垃圾桶，今天刚好派上用场。铲到这个窗户旁边，发现一根藤通过水泥地面冒出来，这必须要把它全部挖出来。做起来还是挺费力的，要把水泥地面都给敲掉。看吧，看我们从地里挖出多少竹根。别说足球是秘密，真的顽强。从地底下穿过石缝，到处生长。还好我们今年动手修复房子，如果再不管，房子都会被竹子顶翻了。房子里除了竹根，还有一根很长的树根，应该是从墙犄角的石缝里长进来的，必须要把外面和里面的都给切断。窗户外面的上次挖过一次了，没想到它已经长到房子里面来了。这个树根大概有2米多长，总算把2头都给切断，应该地上面还有，但是2头切断了，应该不会再生长了吧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跟着老公回农村，年底工作有点忙，天气也不好，好久没有回来了。上次修完路，房子这边做完护坡，还有很多土没有填好的。今天下午就带着儿子们过来做点事，都是没经验的新手，借着这个拖车都不会用，里面的土还用铲子给铲出来。还好吴叔叔今天在家，过来帮帮我们，才知道这个车还可以这样。别看这个土堆得不是很高，要运上去还真是不容易，幸亏吴叔叔帮忙了。他是一个老石匠，这个护坡就是他修的，填土的活今天他包了。老公又有很久没做过体力活，没做多久都累得不行了。儿子也是第一次做体力活，虽然一直说累，但是也没有停下来。爸爸说2022年是他的劳动年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上半年是实习期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做了，边工作边跟我们回农村做小院，多了个帮手。土还没有填完，老天爷说变就变，突然就下起了雨，看来这个土都填不完了。天气预报过年前一直有雨，年前还会有场雪。谢谢网友们的关注，下次更新估计就要春节后了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小院跟着老公回农村，很久没有过来了。今年湖南下了2场很大的雪，这次房子后面的竹子都被压倒了这么多。这棵死掉的树，幸亏去年让挖土机给推倒了，否则的话后果不可想象。看来这房子后面的竹子都要好好的清理了。房子正门口被当初砍掉的树木给堆满了。今天周末，带上孩子们过来一起帮忙，把树木都移到旁边。门口当初清理
今天房间的瓦片、石灰都堆在了门口，把它都运到路上去填起来。门口清理好以后，方便把房间里面当初做房顶的时候那些碎瓦片都给清理掉。上次我们不是播了很多竹片吗？竹片都堆积在房间里面，今天把它清理一下，清理好，把房间里面的碎瓦都清出去。大家分工合作，孩子们在前面，爸爸在房子后面，把已经倒掉的竹子稍微清理一下。老公又有很久没做这种重体力活了，回家后腰酸背痛的。这几天我们都是下午过来的，上午在家把工作上的事情都处理好。大儿子马上就毕业了，这半年是他的实习期，他也想做自由职业，所以这半年就跟着我们学习了。正好我们又多一个帮手，他长到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做过体力活，这几天把他给累惨了。我和爸爸都没想到他还是挺能吃苦的。现在清理的是后面这个房间，因为斗车的话推不进去，所以只能放在堂屋的门边，用竹筐一筐一筐的装出来，再推出去。还别说，这些瓦片真的还是挺重的，把这些瓦片一车一车的拖出来，倒在我们修的这条路上。这条路是我们年前修的，经过今年这几场雪，春天的雨，你看这些地面都沉降了很多，把瓦片摊平在路上，到下雨天走上去也不至于那么泥泞。今天收工回家了，连续4个下午的劳动，把门口的树木、房间的瓦片都清理得差不多了。最近只要不下雨，每天下午我们都会过来做事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跟着老公回农村，今天回来种树，买了4棵橘子苗，1棵黄桃苗，锄头还没挖2下就坏掉了。小儿子说他会修。种树苗的地方是以前的菜土，离我们家不是很远。春天正是种树的好时节，院子还没有规划好，趁着春天先种些小苗，到时候再移栽进去吧。看着老公这么娴熟的手法，我还以为他原来种过，一问他才知道这也是他第一次。这些树苗是网购回来的，光秃秃的，只有2颗，上面还带有一些小叶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够长大。这1棵橘子树苗是4棵里面长得最好的。摘完这几棵橘子树苗，老公又在旁边挖了一些黑色的土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黑色的土营养更好。为了让这个小小的树苗更好的长大，小儿子在施肥了。在旁边的池塘里又挑了2桶水上来浇水了。最后栽的这1棵是黄桃树，它的坑也挖得深一点。这个黄桃树，我说就像路边捡了一根柴火一样，光秃秃的杆子，一个枝芽一根叶子都没有。老板还配送了一些肥料，我们都把它放在了土里面。小儿子也是特别好奇，在旁边叽叽呱呱的问这问那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全程参与种树，看着这些小小的树苗
真的很期待它长成的样子。还买了一些无花果和杨梅树苗，应该这几天都会到货吧，到时候都种在这一块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把这个隔墙给拆除，隔墙已经裂缝了，父子二人合力将它推倒。墙上拆下来的砖，把它清理一下。后期用到红砖的地方还会有很多，节约一块是一块呀。哥哥在敲着砖，弟弟一块一块将砖摆放整齐。湖南的这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，昨天还要穿着厚厚的外套，今天就已经可以穿短袖了。这个老房子基本上就剩一个空架子了。今天把这些木材都拆除，明天打算进运材料，把这个2楼给搭起来。能够自己动手的地方，老公全部都自己亲力亲为。我们要用最低的造价打造一个理想的小院，改造的路是漫长的，大家和我一起见证小院一点一点的蜕变吧。我们家老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爸爸说等他考试完，又多个劳动力可以扎扎实实帮我们做几个月了。老公在这边忙活着，孩子们也没闲着，在另外一个房间把这些敲墙堆下来的碎渣渣给清理出去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。跟着老公回农村，今天在木材市场采购了一车材料。我们修的这条路也进来了第一辆小货车，司机帮忙卸着车。今天买材料，公公也一起去了。4个人一起卸车，2个人一组，还是挺快的。材料是都搬回来了，但是要把它们全部都搭建好，还是不容易的。公公说他也一起来帮忙，就看他们祖孙3人的表演。拿了一根木方，先试试吧。楼梯不够，老公又动手来做楼梯了。去年不是做了一个竹子楼梯吗？因为当时做楼梯用的是刚砍下来的新竹子，现在严重缩水，根本就用不了了。这次特意买回3根大木方，做了一个3米高的楼梯。小院改造以后要用楼梯的地方还会有很多，这个楼梯做得很结实。昨天还有网友在和我聊，这么大的工程全部自己动手做，不可想象啊！确实会很难，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采购回来。这2天大家都在房子忙活着，首先要根据楼板的长度，把这些横梁在墙上的位置给量准确了，然后一个个槽要开好，两边的位置要对准。老公就负责确定墙上的位置，公公就一个人开着槽，老大就帮忙，帮他们打下手。花了2个下午的时间，把2间房间的槽口都给开好。幸亏有公公在帮忙，开这些槽口省了很多心。接下来把这些木方按照房子的宽度尺寸给锯好。这个房间的宽度是 3.6 米，买回的这个木方4米长，正好合用。祖孙3人分工合作着，一个房间的木方很快就上好了。材料上好后，又要把整体做下水平，
然后再用水泥把两边的槽口给封好。老公真是万能的，什么活他都会干。别看我剪辑出来1分多钟的视频，实际上我们足足做了4个下午，晚上都做到很晚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给架上去。这个房间的宽度有 4.1 米，最长的木房只有4米长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买回了又粗又大的树。为了把这些树给架上去，还真是不容易。横梁上完后，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去小池塘边打水上来。老房子这边自来水还没接通，要和水泥，我们就去池塘边提了2桶水上来。爸爸和着水泥，爷爷负责把横梁两边的槽口补好。这间房间可以开始铺楼板了，老公把材料一捆一捆的递上去。老公在这边房间铺着楼板，公公也没闲着，在另外一边忙活着。爸爸把老大叫过来，在教着他怎么做事。虽然孩子从没干过这些活，上手还是挺快的，很快就加入了工作。每块木板要搭在4根横梁上面，两边都要拧上螺丝，1块板就要拧8颗螺丝。这样做出来应该还是会很牢固的。又到周末了，堂屋这边今天也可以装地板了。老三过来帮爷爷递着木板。现在轮到老大当师傅了，教着弟弟怎么样拧螺丝。4个人干起活来就是快。爸爸和爷爷把楼板装订好，有2个小子把螺丝拧好。很快2个房间的楼板都装订好了，还剩下一点边边角角的收尾工作，就要爸爸来完成了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下了1个星期的雨，今天总算天晴了。老房子还没有水的，接下来用到水的地方还会有很多，所以老公决定先把自来水接回来。真的没有什么是他不会做的。看样子他说要亲手打造一个小院，真的不会是空口白话。老公的自学能力真的是特别强，碰到他不懂不会的东西，他就会到处查资料。他属于自学能力特别强的，所以说做这些简单的手工活根本就难不倒他。我在旁边看着这些水管在他手上摆弄起来还是挺容易的。他有很多方面和我爸爸很像，我爸爸就是属于那种什么都会，没有东西可以难得倒他。爸爸现在年纪大了，有70多岁了，要不然我们改造小院，爸爸可以帮我们很多的。现在装水管可比以前简单多了， PVC 水管又轻，连接起来比以前的那种铁管子要容易多了。所以老公总是说，做什么事工具真的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从老房子开始弄到现在，我们各种各样的工具真的是已经买了很多了。到时候院子弄好后，一定要安排一个专门的工具房给他。接水管还是挺容易的，水一下子就被他接回来了。水管接好后，还得把它埋到地上面。老公说接水管还是挺容易，但是要把它埋起来还是挺费力的。
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做的是后面这扇墙的窗户，窗户是楼上楼下连在一起的，中间以前有隔层，因为开裂，老公把它拆掉了。按照尺寸，我们买回了一块水泥横梁，横梁可真的不轻啊，可能有100-200斤吧。要把它放在这个穿洞的上面，然后在横梁上面砌红砖，实在太重了，力气不够，想尽了办法，先用砖头一块一块的把它垫起来，然后再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把这个横梁给弄上去了。接下来就在这个横梁上面把砖头砌上去。砌砖老公也是第一次，不管砌得好不好看，反正给人砌上去了。砌了一半，材料不够，拼命不够，后面才用木头把它给架起来的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谢谢。跟着老公和农村，春天到处都是绿油油的，连续出了好几天太阳了。今天给小树苗来浇水，发现树苗都冒出了绿芽。上次我们一共种了10棵小树苗，现在发现就2棵还没冒出小绿芽来。门前这一堆砍下来的树，又要给它挪个位置了，会在这一块建一个厨房厕所。今天就是把一些用不上的树，弯的、开裂的，全部都锯成一节一节，方便以后做柴用。现在才4月，温度就已经高达30度了，房子里面还是挺凉快的，太阳下面可就热死了。哥哥就把外面的树挪进来，方便爸爸锯。弟弟就把爸爸锯好的木头摆放整齐。别看他小年纪，还是挺愿意做事的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疫情影响，大约有20来天没有过来了。今天过来看了一下我们种的小树苗，树苗都还长得挺好的。20天没来，旁边的野草长得都快有树苗高了。最近的大风大雨，房子旁边的空地低洼处都像个小池塘了。这次疫情，我们被关在家里关了10几天，回到农村，感受着春天的气息，闻着花香，听着鸟叫，心情别提有多舒畅了。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把小院弄好，搬进来住了。老公在旁边挖了个小沟，把这些水给放出来。等春季过完，我们要加快小院的建设了。我真的特别期待小院完成的样子，会是和我的想象一样吗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最近这段时间气候特别舒服，风和日丽的，微风吹拂着，闻着花香，听着鸟叫，大家干起活来都特别卖力。今天把种小树苗的这个台阶给修好了，方便上来。老房子这个房间以前做的石灰墙面，今天老公都把它给敲掉，大家都一起在帮忙。你别看这几面墙敲起来可费力了，买回了一些保温板，买了2个焊架，到时候方便装屋顶下面的保温层。2楼看出去，外面的风景特别舒服，绿油油的，农村特别安静，
给大家听一下外面的声音。网购了一个气顶墙，还没到货。今天先把保温板先放上去，等气顶墙回来再把它钉起来。小儿子抢着做事，要帮爸爸递材料。老公说先从房顶下面把保温板封好，下面再吊顶。所有这些工作都打算自己干。我们的改造工作是有点慢，因为老二马上就要高考了。我们是利用照顾孩子工作之余的时间来改造的。高考完我们就会要加快进度了。中间这部分有点高，要把2个架子叠起来。我们计划5月份把房间里面弄好，等孩子高考完我们可以住进来，方便加快小院的建设。对于农村房子的改造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